情緒新生活，跟自己和平共處。你有沒有這樣的時刻？明明所有地雷都拆完了，明明你努力覺察、理性分析、表達感受、調整關係，情緒地圖上的紅點也一個一個變綠了。但某個平凡不過的下午，可能只是咖啡喝太燙，路上被插隊，訊息被已讀不回，你突然砰的爆炸了。你問自己，不是已經掃雷掃完了嗎？我不是已經修好了嗎？怎麼又爆了？你不是孤單的，因為情緒掃雷不是終點，而是一輩子的冒險。原來情緒沒有終點線。我們常常誤以為情緒處理是一種任務完成的事情，像打電動一樣，破關、升級、收工，完美。但人不是機器，情緒也不是待辦清單。我們的情緒不是處理完就沒事了，而是活着就會一直產生，像呼吸一樣自然，像血液一樣日夜奔流。你今天不會說，昨天呼吸過了，今天就不用了。你也不能說，上周我哭過，這周就應該保持平靜。每一天，我們都在和情緒共處。我們不是關掉它，而是學會與它同行。情緒掃雷 4.0 不是控制，而是連結。曾經我們以為情緒管理是克制，後來我們學會是接納，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學會的是連結。什麼是情緒的連結？不是指你跟別人連結，雖然這也很重要，而是你跟自己的內在建立關係。現代人最奇怪的現象之一就是，我們可以一整天看別人的限動，卻從來沒問過自己一句，我今天心情好嗎？我們跟世界聯絡得很好，卻跟自己斷了線呢。你知道自己哪種情況下最容易焦慮嗎？你知道自己在難過時身體出現哪些訊號嗎？你知道自己的安全感開關在哪裡嗎？當你跟自己失去連結，情緒就像一隻迷路的狗，又吵又亂，亂咬亂叫，但它不是想攻擊你，它只是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不是再也不爆炸，而是爆了也不怕。婷婷是個工作能力很強的女生，她學了情緒管理3年，練習了 N 種表達方式，學會冷靜應對主管的批評，穩定處理同事的情緒勒索，幾乎成了情緒穩定代表。她以為自己已經畢業了，直到某天，她因為家人一句，你都30歲了還不結婚，你在幹嘛？突然整個人崩潰，在街頭爆哭。她說，我不是都學會了嗎？為什麼我還會崩潰？我是不是退步了？我們常以為成長的證明是不會再崩潰，但真正的成長是，即使崩潰了，也知道該怎麼陪自己回來。情緒新生活不是讓你變得無敵、無感、無破綻，而是即使破碎，也知道自己是安全的。你會修復，你能修復，你願意修復。情緒不是敵人，是旅伴。情緒有時候像導航一樣出錯，但它不是壞人，它只是你旅程中的一個旅伴。有點吵，有時愛抱怨，但偶爾也提醒你轉彎、減速或看看風景。當你討厭情緒，想控制情緒，想壓抑情緒，你其實是在把它當敵人看。但情緒不過是你內心的語言，它們不是來打敗你，而是要告訴你一些你還沒發現的事哦。焦慮可能是在提醒你，你是不是太想掌控一切了？憤怒可能是在問你，有沒有人越線了？
你卻沒說啊。難過也許是在邀請你，你該好好哀悼一些失去的東西了。聽懂情緒，就是聽懂你自己。能與情緒共處的人，也更能與生命共舞。當你允許自己不完美，就有了真正的平靜。真實的平靜，不是每天早上冥想半小時，滴水不漏地回應每個人，在情緒來襲時微笑點頭說我接納它，那是電影演的啦。真實的平靜是某天你也爆氣了，然後你說好，我知道我為什麼會這樣，我先讓自己喘口氣。真實的平靜是你不再強迫自己每天都要有生產力。好情緒，完美表現，你開始接受今天的我有點累，有點灰，但我還是值得被愛。真實的平靜是你知道自己有陰影，但也有光，有淚水，也有希望。這不是妥協，而是和解；不是退步，而是成熟。結語：一輩子的冒險，不是一場戰爭。情緒掃雷從第1步到第5步，從情緒地雷到內心和平。我們不是在打一場打敗情緒的仗，而是在經歷一段認識自己的旅程。每個人都會有新的地雷，每個人都會有走不過去的坑，但你不再是當初那個會被炸得4分5裂的自己啊。你現在會停下來問，這裡有什麼在觸動我嗎？你現在懂得，我不是壞情緒，我只是有情緒。你甚至可以牽着情緒的手，一起走出那些曾經的雷區。這就是情緒新生活的樣子，不是永遠平靜，而是學會與風浪共處；不是不會難過，而是知道怎麼擁抱那個正在難過的自己；不是終點，而是一輩子的冒險。這場冒險，你已經在路上，而你越來越勇敢，也越來越溫柔了。